大家好，我是 FCG RJ。那这个是这个1月的第一部影片，你没听错，第一部影片。这个为什么我会想要拍这部影片呢？起因是因为今天早上我在看 Tommy 的台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：老哥，我昨天播那 MD 比赛，然后我发现你1月都没上片。我就想一下，靠背，还真的，我还真的一片都没上。好，所以我们马上来做一下，就这一期 MD 的环境报啦，就多多米宝版本的。那就顺便聊一下，为什么我最近都没有做影片，好不好？跟这个环境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。那拍谁啦？因为之前虽然有拍那些什么卡包更新资讯啊，或是活动的牌组推荐啊之类的，但都没有上，因为我很怠惰。本人在这个1月下播之后，几乎没有开过 MD， 只有少少的几天开过，对。所以这剪片有时候就忘记剪了，真的是很抱歉。虽然我觉得我直播播的还是不少啦，所以你们如果有任何问题，其实都可以去看我的直播的那个回放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讲这个环境吧。那这个环境的话，最主要还是这个多多米宝系列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麻雀和水母的登场啦。然后附带在卡包里面的还有一个是超兽。那超兽的话是让优贝尔这个卡组变得在这个环境更好的一些，那也会成为你的一个选择。我自己认为是还不错啦。好，那具体来说，这个多多米宝进入 MD 之后有什么环境的变化呢？实际上它影响到了很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原本天杯龙应该是一个被砍废的卡组，但因为它的存在的关系，天杯龙变得还是在环境上非常的强力，而且有一战之力。对，那喜欢天杯龙玩家基本上这一版就是可以继续玩，完全没有问题，我是这样觉得的。对，那剩下的话基本上都是上个环境的卡组这样子，就它的登录。表面上来说，你会觉得，干环境好像都没变，实际上它影响的很大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把一个原本要去吃屎的卡组拉了回来，就是那个天杯龙。对，那这就是多多米宝进场之后的这个影响。好，那剩下的话，其实这个环境很像上个环境的复刻，基本上卡组都没有变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个月就很怠惰。虽然我实况开的不算太少，但是确实我要承认，我下播之后真的不想开这个游戏，我是这样讲的，对。但我觉得该做的还是要做啦，就环境分析什么的，你们应该是想听的。那我们马上来讲一下这个环境的 tier list， 还有我推荐的一些上分的卡组给大家。好，那这里就是这个环境我排的这个 tier list 啦。那实际上还有很多卡组，因为实在太多卡组了，所以我真的不方便全部一一排进去。但我就是列举了一些我目前有想到的，就 B 应该后面还有接很多卡组，但是我太懒了，好不好？就是 B 有很多卡组。那什么叫 B 以上就是你要上大C，基本上都没有问题。那还有很多牌组都可以上大C，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的玩家都只是想上大 C 而已，想轻松的上大 C， 所以其实你有很多牌都可以玩，只要是你玩的够熟的，我觉得都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以一个比较竞技的角度来讲的话，这一期 S 我还是给到天杯龙，那主要还是多多米宝的存在啦。虽然我自己并不觉得天杯龙这卡组真的有到超级强，就相比上一个环境来说，我觉得已经弱化很多了，但确实那些狙真的丢起来，就是那些狙真的太烦了。就是你但凡是一个怕狙的牌，你都会觉得很烦。对，就你的游戏体验会不是很好。如果你是因为丢狙输的话，所以 S 的话我还是给到天杯龙哦。但我实际上觉得它应该也是在 A， 而且跟这些卡组的强度都不会差太多。那 A 的话，我给的是优贝尔，然后速生、伊势坏，然后白银城、烙印跟阎王。那优贝尔是因为超兽的登场的关系，然后本身对 G 也有些耐性，所以我是把它拉回到这个位置。但左边到右边，我实际上觉得没有什么强度差距。就这一次的踢表不太一样，就这次的踢表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，所以这整体 A 的卡组来说，我觉得都差不多，就是没有什么强度上的差距。然后速生的话，老样子就是先攻很强，但后手还是比较平弱一点。那速生有一个很大的优势，就是他不太怕这些狙。对，那 A 的部分的话，优贝尔跟阎王是吃这些狙特别痛的，就是吃到基本上要尖叫的，所以
在组牌的时候可能要思考一些对这些就是什么鸟居啊、水母啊，还有增值居的一些对策。对，这是你就是玩这些卡组玩家去思考的。那其他的像是伊势坏的话，妥协也还算可以，就他吃水母跟鸟，其实都算勉强算还好，就是他可以在大概少量的特招下去做出一个对面可能过不来的阵，所以我觉得伊势幻应该也还可以。然后白银城的话，虽然这版看起来目前比较少，但是我觉得其实它的地位跟上版应该没有什么变化，就是因为天杯龙还是很多的关系。你们如果有在玩的话，你可以发现天杯龙还是超多的，所以白银城应该还是可以吃到红利。然后烙印在比赛有一些成绩，然后最近我有去看一下 MDM 的 T 表，他也是把烙印排到了最上面的位置哦。但我觉得烙印还是跟操作者有关系啊，就你必须是一个熟练的烙印玩家。当然，你现在随时开始练烙印都不迟，好不好？都不迟，什么版本都可以拿出来玩。对，好，然后炎王的话就老样子，对，因为没什么改动，所以我自己觉得大家在环境上是更不舒服一点啦。但你想玩一定还是可以玩的，因为就炎王也是很怕那些狙啊。对，那 B 的话就放了个驴鸟和七巧人偶，那其他还有很多牌组，很多牌组你可以自己放在上面，就是真的练不完，好不好？那鸟的话为什么放上来？是因为现在 rating 第2用的是鸟，但我个人认为它是绝活哥，对，它是绝活哥，所以喜欢的可以玩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人家可以，为什么你不行？好不好？增进自己，请增进自己，对，不要老是抱怨牌组。OK， 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。那 T 表的话就这样子，大家就看一看、笑一笑就可以了，就不用太执着啦。对，我排我的，你玩你的，不要在乎，好不好？那马上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牌组的推荐构筑。那首先是 S 级的天杯龙的部分啊，天杯龙呢第一套给大家看的是这个构筑，这构筑是由这个日本的金头玩家 Boking 去做构筑的。那这个的话，KG 对 KG 有拍影片，那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。但他的影片就是日文的嘛，所以你如果听得懂日文，当然最好，因为 Boking 自己也有解说这个构筑。那我来看一下的话，就是基本上就把这个啦，水母拉满啦，水母跟这个鸟居拉满，反正就是一堆居。那逻辑就是丢了狙你不会动，然后我把你打死这样子。对，那天杯龙我自己玩起来，在这版虽然有一堆狙，但是他自己本身耐坑性也下降了很多，所以也蛮容易被手坑拦停的。所以，我自己觉得先攻在面对天杯龙的时候，你的挥流力要教得更谨慎，就你不一定要去挥他那个狙，你搞不好要考虑去做一些比较少动的妥协，然后搭配自己手上的手坑去拦停他，我觉得是有机会的，因为红中跟场地变少的关系，耐坑性其实下降很多，所以我们在面对天杯龙的思路，其实也是要考虑去调整一下的。因为有时候你挥那个狙他妈的挥不完，有9张，你会吃到中风，对。但有时候他就是手坑开会，他其实根本不会动，所以打天杯龙的思路可能要再调整一下。如果你要认真玩这个游戏的话，我自己是这样觉得。然后这也是天杯龙构筑，给大家参考一下这样子。然后再来也是天杯龙呢，这个是 OTK 场的冠军，就是这礼拜有 Challenger Cup 嘛，这也是为什么做这个影片的原因啦，就给有想要打 CC 的人参考一下。那 CC 这个赛制比较特别，它是就是你每一场都可以换牌，然后你甚至在最后的 BO3 的阶段的时候，你是可以换掉你牌组的主题的，换掉任何一张卡。那他是说他自己是跟我说，他这个就换来换去的，所以就大家参考一下就好了。那这个构筑也是比较比较有个性一点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就是他就是什么都放，好不好？他就什么都放。那我不太清楚乌鸦在这版好不好用啦，但乌夫我看2个天杯龙都有放，所以大家可能可以考虑一下乌夫。对，那鸟居啊、水母啊，这应该都是看环境的，对。然后遮的话，我自己觉得堪用，主要是你在打内战的时候，更多时候遮也可以做到拦停的动作了，因为现在天贝龙的耐坑性说实话没那么好。额外的话，刚 Bogging 带的是鬼动武者，那这个玩家带的是这个月华龙哦。那我自己觉得要2选1，因为这一环境的优贝尔其实不算少，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是去处理优贝尔的对策，所以月华龙跟鬼动武者是2选1基本上，然后剩下14个额外，他们完全一样。我自己也觉得应该就是这15个额外。那还有一个选择是大花龙，对，那大花龙也是可以考虑的，你们可以自己再去做选择看看。
对不起，旧机不小心放了2个，对，这个旧机应该是没有2个的，旧机2个也太抽象了，对，我不小心放错了。那个应该是谁？哦，那个是火灵石，对，拍谁？上一个 Bogan 的构筑应该旧机也不小心放到2个了，对，大家可以自己在那个改一下，拍谁？我的，好，那构筑应该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天飞龙就这样子，我觉得可以玩，但是耐坑性变差了，我自己不太喜欢，而且上个月已经玩到烂了，我实在是不太想再玩了。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再来是优贝尔，那优贝尔我先讲我自己的这个构筑，对我自己这个月打瑞田构筑，我大概最高就打到1720分左右吧，我就，你要说爬不上去也可以，你要说不太想爬也可以，对。好，就不是很喜欢这个环境啊，所以玩的不是特别多，就只有实况上玩一玩这样子。那这个构筑其实是我从 Gimlet 那边拿的，那他那时候是说，就是3所是应对这些 G 的鸟水母的，然后僵尸是3所的配套，就是你只要有僵尸上手的话，你就可以在所适用的状况下，只损失掉红狗去打完你的场面，对。那这在面对天贝龙是一个就是对于鸟居和水母的对策啦。那我自己用下来觉得，有时候会立大功，有时候整天打下来觉得没用。反正锁鸟一直都是这样，就是很不稳定。所以这个怎么讲？这个思路你们可以参考一下。那实际上要不要用，你们可以用完再决定，好不好？我自己觉得就有点无功无过吧。我有时候整天用下来觉得干锁鸟超强，我就是锁完然后打完，然后天贝龙过不来。那有时候就是靠腰我在手上，然后被他其他手跟拦停，不然就是锁了也不会赢，就对面都是很糊的那种，也有。所以我不能说这个思路一定很对，但它是一种思路，对，就这么就这样吧。然后2个本体是为了配合单莲花情况下 combo 去戳超兽。那具体 combo 的话，我下个礼拜拍部影片，好不好？讲个优贝尔给你们听 ，OK， 好。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，希望我不要再怠惰了。那我自己那时候是有带召唤女巫的，那召唤女巫这个也是比较尴尬的东西啊，就是你单解门开的状况其实应该不多，就是你没有优贝尔那边的状况应该不多，但有时候还是会有抽到，或者说整天打下来就一直抽到那种手牌，那这时候就要召唤女巫，所以召唤女巫也是我比较犹豫的一格额外啦。那具体来说还可以换雷精银妖精，或是你要换提风都可以，对，看人好不好？那我的构筑大概就是这样，好。对，那我对优贝尔这卡组评价就是很怕那些狙，但是操作确实很强。好，然后 ODK 场的亚军是那个工程师，那他自己有发他的动态，然后我就是帮你们把这个卡组这样子拿过来，这样比较好截图而已。那构筑没啥特别，就是上一版的优贝尔，然后加了草手，对，然后有放提风，大概就这样吧。然后他有放鸟居，鸟居这卡片的话，优贝尔我自己觉得是可以带的，但是我觉得鸟居用起来很容易烂在手上，对，所以我自己是不倾向带的，但都可以，因为我玩起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优贝尔很容易被拦停，所以我还是需要一些东西可以在对手回合去做到换回合的动作。那鸟居的话，优贝尔常常会卡片，所以不一定很好用，对。当然，我还有想过有一个招，就是你可以站幻影，然后手上捏鸟居，然后对手发效果的时候，你就解放幻影，这样你场面就空了吧，然后就可以连锁鸟居。但实战上好像没怎么打出过这个 combo， 因为你常常会卡个解门或者卡一个王座之类的，就是被断招了，就大概这种状况。那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构筑啦。那大概就是这样吧。好，然后再来是劳印。老印这是 OTC 场的4强呢，是那个 See You Again， 好不好？他的烙印，那这个玩家也是玩烙印玩很久了，对，那他的这个 X 就是他这个推特的这个账号放在这边，你们可以去搜索一下，好不好？去追踪一下他。那这牌子我就不是很懂，对，但整体来说看起来跟上一版几乎没什么不一样，那额外应该是比较个人喜欢的选择吧，就一个是深染，然后一个是这个蛇形同步的鹤身妖骑士，这应该是大家比较少带的，我自己比较少看到有人带，就这个鹤身，当然也有人带，但是很多会去选择第2个鹤烟龙，或是就是其他额外去让你的做招更灵活一点，但他是带了这个妖骑士，然后这个有时候大家也会带那个啦，鲁寻和人，好不好？
那大概就这样吧，就很朴实无华，烙印构筑，就是那个深渊兽这边比较多吧，这应该也是他为什么带不死之物的原因。那我看他自己本人是说，他在他下面的那个啦，他在他下面写说他觉得就天飞龙很难赢，但理论上来说，烙印应该不是打天飞龙特别难的一个对局吧，大概对。可能就那些鸟居水母真的太靠北了，然后你做小场又容易被1D突破，我猜应该是这样子，所以天飞龙很难赢。大家有玩烙印的可以再去研究一下，然后也可以参考一下它这个构筑啦，然后大概就这样吧。好，那整体来说做一下这个环境的简评，这个环境就是感觉什么卡组都可以玩，但玩起来跟上一版很像，所以我相信很多玩家应该不太想玩，大概啦 ，maybe， 或是你虽然愿意玩，但你玩起来会觉得稍显有点无聊，因为上一版都玩过了。我猜应该很多人是这样子的，对，那我自己也是这样，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个月我操他妈到现在居然还没放过影片，我今年居然一支影片都还没有啊，实在是有点离谱。我也是刚才惊觉这件事情，对，好，那大概就这样吧。然后其他什么速生啊、白银啊、什么那些阎王啊、异世坏啊，大家都可以去找其他高手的构筑哦。我觉得碍于影片长度的关系，我不太方便，就是所有东西都放出来给大家看这样子。那其实变化也不是很大，就无非就是你要不要放鸟居跟水母而已，这样子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啦，好，那之后我应该还在拍一下尤贝尔的影片。对，给大家看。希望剩下这几天我可以多出一点片，不过大家也知道快过年了，所以可能也没什么时间。好，那本期影片就到这边。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频道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到实况上来询问。觉得我做不错的话，也加入会员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动力哦。我是 FCGRZ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